都在呢。魏九爷，衙爷不是有包间吗？你来这儿多欺尊呐！爷就愿意跟你们在一块，不行吗？进去吗？我在这儿。哎呀，不是，这真能行。今日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恐怕大家都要在牢里相见了。你虽然爱胡闹，但你是个善良仗义的朋友。今日我是真心说的。真的吗？别，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。别人，你真好。爷决定了，也要做你的英雄。义州府10月9，斗锦会，锦王出，斗锦盛会正式开场，首请上届锦王杨家斩锦出场。杨家杨敬山献锦，国色天香。我杨家承继织锦之业100年。族中长幼皆以创制新锦为念。今年所织锦画图案样式还在其次，最重要的是牡丹花开10色，各有不同。这杨家锦果然别出心裁。新锦如何？花开10色又如何？今年的锦王只会是赵家。不错，有5年的福气在，二郎自不会有事。别等了，晋娘子守在家中，良久未出阁，许是已经筹备嫁人了。阿翁，孙儿先去准备了。二郎，你阿爷为你今日之事准备良久。积劳成疾，不能亲来，但他一直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。你可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啊！去吧。晋娘子还没来，山上的事情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那为了以防万一，朱哥，你再帮我去找个人，快来。终于找到他们老巢了。
还得是杨家哈，这牡丹跟活了一样。那邹家的也不错呀，那孔雀也跟活了似的，我都怕它飞出来。斗锦斗的是锦，又不是斗谁织的像活嘞。我看于家那副锦就不错，稳重啊。你于家的有些老气了吧？哎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请大家赏锦。不过如此嘛。这景我看着还行，我看一般。杨警官，杨家的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技法高超，但赵家的利益第一，配色那更是巧夺天工，所以我们一时无法做出决策。依您看，是啊，这两家的锦真是各有千秋。依我看，这天色尚早，既然难以决断的话，那就再看看，再想想，再斟酌斟酌。杨警官是在等谁啊？既然胜负已经分晓，那麻烦您宣布结果吧。结果出了吗？出了。此次斗锦大赛的魁首是赵家。大家快看，大丰肉！阿娘，你看这个风筝的颜色，难道是蜀红丝？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不是说这家再也染不出蜀红丝了吗？静英，你这蜀红风筝从何而来啊？昨日染不出，不代表今日染不出；旁人染不出，不代表我季莺莺染不出。季家季莺莺，宋锦凤还巢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。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
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业了？金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金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金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丝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于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
就是在调查蜀红司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记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记得轻一点啊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恭迎牛将军回场。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忽悠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1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静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1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牛副都督此人虽非善类，但到底这益州城是节度使的益州城。张刺史是节帅在益州城的一双眼睛，有张刺史在，他牛副都督怎么着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动手。满城相迎，他连马都没下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1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，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。晚些时候，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
姬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成事的女子亦不少。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阿翁言浅了。阿爷，请用茶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自决定自己的婚事！这没你的事儿，还不下去？是。阿爷，女儿并非钟情于赵修远，而是为了您考虑。您志在锦业，与其让我嫁给一个远戚，不如将我许配给一个未来的锦王。未来的锦王，他赵家不过是个商户，怎么跟节度使的远亲相比？阿爷是节度使的亲信，受命驻军在益州城外。再攀远戚，与我们并无异。益州籍，这5年都是杨家夺的锦王，我们只能在山中造节。若女儿嫁给赵家，让赵家代替杨家，成为新的锦王，接手宫中订单，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偷天换日？这话你同赵家讲了？待女儿嫁入赵家，成为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个道理，我想他们会明白。这个道理，恐怕连你自己也没想明白吧？女儿并非只顾念自己的亲事，我已握住杨金兰的把柄，要杀要查要留，皆由阿爷做主。我听说杨静兰查到锦房了，调杨金兰上钩的地方是假的，我们真正的锦房还在原来那处，戒备森严，还请阿爷放心。一连死了3个警官，朝廷之前不查，是因为自顾不暇。如今太子缓和了2派之争，朝廷断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蜀锦价值连城，朝廷绝不会放任。等这批织造完成之后，立刻把那锦房处理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至于那个警官，暂且先不要动他。女儿明白。小婿，拜见丈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五娘遣人告知将军回来了，让我前来拜见。他要不说，你就不来了是吗？小婿身份低微，怕独自前来会冒犯了丈人。你叫他来做什么？有一重务，我想请您一官。再召2郎君来，也是让他看看我的嫁妆。蜀红丝。方才郎君在我阿耶面前，不卑不亢，进退得宜。看来郎君是想通了。我只是尽一个丈夫和女婿应有的礼数罢了。郎君适应得这样快，倒是令我有一丝后怕。既然成婚已是事实，即便我心中不悦，
我也会以一个丈夫的责任待你。至于你，我不奢望你能孝敬公婆、和睦妯娌，但希望你能略懂一个儿媳起码的礼节。街坊乡亲们，少林爷老曾言：“小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，道出了我们蜀锦的风流灿烂。前不久，我们飞花会借青莲居士、女教书等名士才女的诗词，挥发灵感，与余家锦合作，做成10种华服。今日与大家共赏。蜀红不是早就没了吗？没有吧？怎么回事？我季家以蜀红丝闻名，家父去世后，蜀红丝也随之绝迹。但蜀红一词，它的原意是指蜀地染出的红色。小女不才，不能重现我阿耶的蜀红丝，但是我能为大家现看更多的蜀红。此衣名唤山花蔓，是用朱颜驼、绯色、水红3色混合而织就。这以青莲居士诗歌自成一段风流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自玉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此衣名唤九霞，留银红做主色，丁香和橘红为配色，乃是取自女教书的诗词。酒气分为9色霞，武陵仙玉五云车。春风因过东君社，偷漾人间染百花。诸位，接下来为大家奉上《虞美人》。好看的，只是那头上的花和脸上的胭脂，老天爷！这是赵家的迎亲队，莫要挡道，速速让开！哎呦，你们赵家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整条街道都是你们家开的喽？就是，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你们不懂，3岁的小孩都懂。就是，你们要是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千万别客气！来，怎么不客气啊？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不客气，个来呀！来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快让！不让开！说了我们不让！看他让谁不行？
让！今日是赵二郎君的大婚之日，我们让一让，又有何妨？让路可以，但是这份热闹不能让。哎，我给你们舞一段。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解放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。玉章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扶摇直上江湾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知我者，赵二郎君是也。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不要吧。也许我们的情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，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黄旗接待，代代相传。打土豆第三煞，一打荣华富贵，二打金玉满堂，三打三元起义，四打龙凤呈祥，五撒五子拜相，张四是六撒六合同春，七撒您怎么也来了？夫妻偕老。刘将军在此，谁敢不来啊？你看看，这半个益州城的权贵不都到了？十撒十全大吉，心腹马鞍平秤过，称心如意，世代平安。望庆展拜，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束带结凝妆，牵绳入洞房。好了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下去吧。贤婿留一下。给刘将军告喜。诸位，今日除了小女大婚之喜外，还有一桩喜事要与诸位分享。哎，诸位坐吧。贤婿，趁着今日大家都在，把你的心血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是。
是不可思议的。我没看到。蜀红一出，千红枯，6宫粉黛无颜色。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吾孙赵修元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。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季英英他们俩都……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是不是真正的蜀红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出事。传记士兄妹速来赏赐。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，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，赵修元染出了蜀红丝。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尤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。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重现蜀红丝。尤将军，赵二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鸳鸯，你有件事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撼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
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田旭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中质疑你，你不说就。人亦当有风骨。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莺莺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，均在诸位一身。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
所以也看不出这厮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寺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寺。大家觉得呢？确实是蜀红寺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金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潘叶无误，这确实是蜀红寺。哦，那警官府门口那块蜀红牌呢？自该换成赵二郎君的名字。很好。英英，假蜀红，真是你染出来的？现在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却亲手毁了它。赵修远，但愿我从未认识过你。英英，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大婚之日，这些话还是留给你的心腹吧。我又何尝不知，假蜀红是刺向你的一把刀。可是这把刀，我不拿，也会有别人来拿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假蜀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我做的事很危险，
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汉书吗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怎么知道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。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你不是在家染丝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缺一位染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和几位酒肉朋友，杨警官我们几个在这儿。你们认识？认识啊，这不用说了，让我来猜猜，这位可是三道堰的季娘子？真是三道堰的季娘子。那就对了，原来是季娘子。季娘子，久仰久仰久仰。季娘子在某人的信中，那可是文君念两坛。两坛可不够喝。季娘子，你可有所不知，我们认识这么些年，从未见她3坛。3坛。季娘子，既然你是杨警官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的朋友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义不容辞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这句话还像句人话，不过不用了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！哎！杨警官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解释吗？是的。哈哈哈哈哈！
老头儿，我又来看你来了啊，可别说我不孝顺你。你好好看看啊，这次给你带的都是你喜欢的，烤全鸡、太白鸭，还有这个你最喜欢的豆腐羹，这可是你徒弟亲手做的。啊，对了，也有您2位警官的份儿啊。不知道您2位是像我师父一样被人给害了，还是与虎谋皮反被虎吃了？师父，你放心吧。不管这益州城的水有多深，藏有多少危险，我都要亲自趟一趟。你呢？如果在天上看着我，就保佑我在这青城山上能找到线索，早日为你伸冤报仇啊！主任，前面就是益州城了。爷，都在呢。岳九爷。衙爷不是有包间吗？你来这儿多欺尊呐！爷就愿意跟你们在一块，不行吗？进去吗？我在这儿。哎呀，不是，这真能行。今日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恐怕大家都要在牢里相见了。你虽然爱胡闹，但你是个善良仗义的朋友。今日我是真心说的。真的吗？别，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。别人，你真好。爷决定，也要做你的英雄。益州府10月9，斗锦会，锦王出，斗锦盛会正式开场，首请上届锦王杨家斩锦出场。杨家杨敬山献锦，国色天香。我杨家承继织锦之业100年，族中长幼皆以创制新锦为念。今年所织锦画图案样式还在其次，最重要的是牡丹花开10色，各有不同。这杨家锦果然别出心裁。新锦如何，花开10色又如何？今年的锦王只会是赵家。不错，有5年的福气在，二郎自不会有事。别等了，季娘子守在家中，良久未出阁，许是已经筹备嫁人了。
阿翁，孙儿先去准备了。嗯。二郎，你阿爷为你今日之事准备良久，积劳成疾不能亲来，但他一直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。你可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啊！嗯，去吧。季娘子还没来，山上的事情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那为了以防万一，朱哥，你再帮我去找个人，过来。终于找到他们老巢了。这还得是杨家哈，这牡丹跟活了一样。那邹家的也不错呀，那孔雀也跟活了似的，我就怕它飞出来。斗锦斗的是锦，又不是斗谁织的像活嘞。我看于家那副锦就不错，稳重啊。于家的有些老气了吧？哎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请大家赏锦。不过如此嘛。这景我看着还行，我看一般。杨警官，杨家的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技法高超，但赵家的利益第一，配色那更是巧夺天工，所以我们一时无法做出抉择。依您看，是啊，这两家的锦真是各有千秋。依我看，这天色尚早，既然难以决断的话，那就再看看，再想想，再斟酌斟酌。杨警官是在等谁啊？既然胜负已经分晓，那麻烦您宣布结果吧。结果出了吗？出了。此次斗锦大赛的魁首是赵家。大家快看，大丰肉！
那你看这个风筝的颜色，难道是蜀红丝？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不是说这家餐也染不出蜀红丝了吗？静英，你这蜀红风筝从何而来啊？昨日染不出，不代表今日染不出；旁人染不出，不代表我季莺莺染不出。季家季莺莺，宋锦凤还朝。